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红白机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外星战将》，也叫做宇宙野兔。本期又是水友的投稿，水友的 ID 叫做小叶爱默默。大家听这个 ID 啊，投稿还不忘了撒狗粮。这款游戏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过，但是玩的时候印象就是非常的难，因为小的时候玩的版本是医血的模式，咱们的主人公被碰一下就挂。但是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医血模式是由于盗版造成的，原本的游戏是有血条的，并不是碰一下就挂。但是小叶爱默默这次投稿，为了还原童年的游戏，所以说还是采用了医血的模式。这样的话难度就超级的高了，而且这款游戏的流程非常长，整个通关要超过半个小时。在长达半个小时的游戏流程当中，不受伤无伤。大家想一下，你除了要克服游戏本身的难度之外，还要克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注意力集中所带来的疲劳，这真的是主观和客观都非常的难啊。所以医血的模式想要通关的话，需要大量的超过原版游戏几倍的练习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这款游戏我录制了视频，录制了6-7年还没有给大家更新的原因。随着我这个年龄的增长，反应能力是越来越慢，练习这些高难度的游戏困难也越来越大。这里也再次对小叶爱默默表示感谢。游戏开场的4关顺序是可以选择的，4颗星球，包括了绿色星球、蓝色星球、红色星球、黄色星球。刚才在第1个星球救出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叫做布林奇。实际上主人公是一个团队，叫做正义之怒，他们需要对抗的势力是蟾蜍帝国。这个帝国目前是由叫做卡马布莱斯的人工智能所控制。这个人工智能最开始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它的作用有一点像重装机兵的诺亚，它是为蟾蜍帝国服务的。但是在后来，他就决定对蟾蜍帝国实施了独裁的统治，并且想要统治整个宇宙。这个宇宙的名字叫做阿尼沃斯，是一个平行宇宙。这款游戏出品于1991年，所以说早在30多年前我就已经接触到了平行宇宙的概念。主人公这只兔子叫做巴基，另外它的同伴还包括了刚刚救出的机器人布林奇，还有猫女詹妮，另外还有一个人类的小孩威利杜维特，最后一位是鸭子迪德耶。迪德耶是音译，如果意译的话是死神之眼。但是主人公的正义之怒团队应该还有其他的角色，但是在这款游戏当中没有登场。这几个角色也是各有特色，其中野兔巴基是超级跳，机器人布林奇发射的子弹可以敲碎冰块，并且它有喷气背包。猫女詹妮能够续出水晶的能量球，清 BOSS 的力气。但是使用方式还
还是需要玩家来进行练习的。人类的小孩威力能够发射出非常粗的光束，杀伤力很高。鸭子迪德耶可以进行爬坡。在游戏的开场之前，人工智能卡马布莱斯就派出了蟾蜍帝国的马歇尔号来抓正义之怒的船员。除了巴基之外的队员都被抓走了，所以游戏一开场，巴基需要前往各个星球把自己的同伴救出来。这款游戏是同名动画改编的，所以大家如果对游戏的背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原作。在蓝色星球救出了猫女詹妮。第3关选择的是红色星球，本关的主题就是火山还有岩浆。小叶爱默默投稿的时候，在邮件里边对游戏也进行了一些补充的说明，有的地方他还介绍了游戏的快速攻略方法。另外，前天我更新完视频之后，发现留言里边有小伙伴问说怎样投稿啊？投稿的话就是邮箱，把视频附在邮件里就可以。邮箱的话我写在了视频的说明里。视频本身没什么太多要求，流畅就可以了。投稿的游戏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玩的这些怀旧游戏，包括了街机的、掌机的、家用主机的都可以。这个场景地面的火蛇，我感觉是彩蛋啊。可能很多小伙伴想起了沙罗曼蛇。我一说沙罗曼蛇，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知道了，这款游戏是科乐美的作品。咱们小的时候在街机平台，最强的公司是卡普空，但是在红白机的平台，科乐美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啊。大家小的时候玩的8合1，可能很多人都有那张卡。我的那张8合1是白色的，它放在我的卡带盒里边非常的显眼，因为其他大多数的游戏卡都是黄色的。不过后来多出了一张黑色的《三国志2：霸王的大陆》。其实那个年代，大家玩的游戏都差不多，不像现在这么多元化。因为你的选择只有红白机，或者是在外边的街机厅玩的街机。这样的话，话题也比较好统一，不像现在的孩子啊，可玩的游戏太多了，大家玩的都不太一样。我也说不清这个时代是好还是不好。好，咱们回到游戏。其实现在脚下踩的这个货就是 BOSS。一会儿到了关底的版面，它该现身了。这里是使用了猫女的蓄力，蓄力拆 BOSS 太快了。但是你位置要控制得准，控制不准的话就等于上去送了。第3关救出了迪德耶，4星球的最后一个，
黄色星球。这里要救人类的小孩威利，别是救出了威利博士吧？然后就开启了洛克人的时间线，应该不会，两家公司的作品。鸭子的子弹是散弹，这点其实不错。散弹的话，攻击范围很广，很多时候可以压制一下对面的火力。这个版面直接坐着飞船走，猫不愧是液体生物啊！挂了之后在那趴着非常扁。这个地方故意送一下的话，可以跳过3个版面，直接到 BOSS。占了一个攻击的死角。BOSS 最后一个阶段，这个水晶的能量球看起来惯性很大，不好控制。我看这东西的手感让我想起了忍者蛙与双截龙开飞船那关。小的时候开飞船就不是很好控制。攻略完了前4个星球，主人公的团队终于是凑齐了，但是又遭遇了蟾蜍帝国的万能游轮号。这次不只是队员，连主人公还有他的飞船都被抓起来了。飞船里边一共是4关，这里是飞船当中的第一部分，牢房。牢房就是关押主人公一行的地方，这里同样要把其他的同伴救出来，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特别，机器人布林奇和兔子巴基是关在一起的，所以开场就可以利用机器人的拆这些砖块的能力。这个时候其他的同伴应该是被敌方洗脑控制了。咱们想要救出他们的话，首先需要击败他们。这里救的是猫女。虽然是被敌人控制了，但是它也可以蓄能量球。这个能量球的发射路径是直的，不会跟踪。如果会跟踪的话，这款游戏就太难了呀！再加上一血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过的。头发的颜色变回来了。这样的话，猫女又可以使用了。进入到飞船之后，关卡的流程长度明显是变得高多了。刚才的这些砖块，你踩了之后，它可以向着箭头的方向移动。其实，在另外一款游戏当中，我也见过相应的设定。就是超级马里奥3代，这里要救威力，大家注意脚下的砖块打成的这个形状，正好是在威力的射击盲区。这样的话，同伴还差一个鸭子。我感觉游戏的进程已经推进到一半了，威力的作用还没有怎么发挥。
因为选择星球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救同伴的时候这里是倒数第2个。其实也不是因为威力有多菜而是同伴太强了。打 BOSS 的时候，猫女珍妮特别好用。这里出现了很多的尖刺。现在的主人公团队这几名成员就和洛克人一样，气球人啊，碰到的话就没了。这个球不要来回移动啊，非常危险的，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顶。这个版面难度又提高了，出现了敌方的士兵，还有落石。另外，这种固定的尖刺是清不掉的。其实这个场景如果有鸭子的话会好很多，因为它的子弹是分叉的。但是尴尬的是，现在正在前往救鸭子的路上。尖刺的判定还算可以，比它的贴图要小一圈。真是越难的游戏越要注重细节呀！这个区域终于是出来了，看到了出口。猫女的一发序列解决战斗，同伴救出来了。飞船里边的第一个版面就算是过了。这里你可以说没有 BOSS 战，也可以说是有3场 BOSS 战。飞船当中的第2关。这关主人公团队是制定了一个计划，要利用一下飞船的救援滑道，在飞船里边安装炸弹，把蟾蜍帝国的万能游轮号炸毁，然后再拖出。这种虫子速度简直太快了，靠反应是不行的，你需要在特定的位置跳跃来进行躲避。虫子太密集了，而且这个场景它分上中下3层，每层中间小虫子移动的时候还会被版面的背景所挡住，所以这个地方千万不要急。被虫子粘在了头上，它影响的是你的灵活性。利用了一下鸭子的攀墙，这里下压下来的板子实在是太有威慑力了，上面都是尖刺啊！最早我应该是在恶魔城里边见到的这个东西。
小的时候刚接触恶魔城的时候，在钉板那里就卡住了，感觉过不去啊。后来才发现，那个地方竟然可以定时把板子定住。真的是一个小的技巧，就能够拯救你整个游戏啊！哇，这个虫子好恶心！脚下看起来是培养液，从下面钻这个操作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红白机平台的《忍者龙剑传3》，在第2关有流沙。可以进行类似的操作。这个 BOSS 这里，水晶的能量球蓄出来之后，先要护你的头。所以猫女这个角色，如果用得好的话，真的是攻防一体。飞船的第3关。前往游轮的中心，感觉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飞船的发动机呀。还有活塞运动的部分，活塞运动我熟啊。打到这里，生命数已经来到了14个。如果在第4关没有故意送一下的话，那就是15条命。但是第4关送一下命的话，收益实在是太高了呀，直接跳过好几个版面。大家注意屏幕上闪烁箭头，代表的是重力的方向。类似的设定在一些游戏当中也出现过，比如说特救指令，还有马里奥系列的部分作品。这里放电的位置实在是太不明显了，因为一般的游戏如果有类似的机关设置的话，它会在上方或者下方设置一个发射的机关，至少它是有贴图的，这里就没有。好在它这个发射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款游戏制作的真的是相当的精良，你能从游戏当中很多的关卡的设置当中明显的体会到。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标准就是3A 大作，毫无疑问的。好像刚才这个地方是第一次使用机器人布林奇的飞行背包，一般遇到类似的场景都是使用的鸭子攀墙的能力。中间这个部分大家注意，它是旋转的，顺时针的旋转。因为毕竟是红白机的游戏，它旋转的时候没有中间的过程。如果转得慢一点，大家还能看得清楚。难度已经增加了，加入了敌人的炮台。旋转之后，它射击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你没有反应过来的话，很容易
旋转之后发现自己就在枪口之下。跟着这条机器蛇，这个机器蛇让我想起了红白机平台的忍者蛙。有一关的设置和本关类似，但是忍者蛙那关的难度比这款游戏真的是高很多。前提啊，是这款游戏不要有什么医学的模式，咱们就正常的玩儿。有医学的模式就等于强制的无伤了呀。这里的 BOSS 可以发出攻击的地方很多，上下2个出兵口，上下2个导弹发射装置，再加上上方有一个激光发射器。这个 BOSS 的设置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因为大家想一下，很多的 BOSS 机械类的和这个 BOSS 都类似。本关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标题叫做脱出。和之前的关卡不一样，这里是驾驶着飞行器。这些小青蛙应该也是想逃命，因为飞船被安放了炸弹，已经开始损毁了。这里的版面是强制的，所以要注意一下，不要被卡住。另外，站位不能太靠前。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你想通关一款游戏的话，是有3个方面的。首先就是整体的战略，比如说这个版面，我整体的策略就是站位不是太靠前。第二点呢，你要对版面熟悉，每个重要的地方有不同的站位技巧，有不同的打法可以应对。第3点就是自己的反应能力了。版面开始加速了，实在是太坑了呀！不过这个速度还可以。我玩红白机游戏，我感觉版面速度加速最坑的就是空中魂斗罗，也就是最终任务的第4关，向上的电梯那里实在是太坑了呀！小的时候第一次打到那里我都惊了呀，这真的是眼花缭乱啊！我甚至觉得游戏做成那样不好啊，对玩家的心理健康都不好，太难了。倒不是说敌人有多难，而是根本看不清啊。这个地方把青蛙脑袋放出来了，这是一个青蛙脑袋还是一个蛇脑袋？这个地方的难度其实很高，你不只要躲，还要对它进行攻击。而且你感觉它子弹的射速，还有射击的位置方向很凌乱，需要玩很多次你才能够找到规律。换人的话应该是换巴基，因为巴基的飞船子弹是梅花枪，可以向后进行射击。机器人的子弹有一点像沙罗曼蛇的2号武器，也是向下扔。这个飞船的大小还算可以。大家回想一下，小的时候玩
红白机的游戏见过占版面最大的飞船是哪一个？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反正我见过最大的就是空中魂斗罗的第3关，整个关卡就是绕着敌方巨大的飞船转了大半圈儿。后面还有 BOSS 战，这里打完才算是通关。这个 BOSS 想要打得有效率一点，你需要频繁的切换你的队员。你移动到 BOSS 的前方去，你就需要把吧唧切换出来，用梅花枪蹭2下。当 BOSS 来到你的正前方，那就使用激光系的，输出狠一点。飞船现在已经爆炸了，后面有一扇火墙推了上来，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游戏流程，碰一下就挂，对玩家的心理真的是巨大的考验。BOSS 打完通关。那好吧，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动作射击游戏《外星战将》，也叫做《宇宙野兔》，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再次感谢小叶爱默默的投稿，也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